整个韩国军队早就因为虐待士兵而臭名昭著了，连串虐兵事件让韩国军队丑闻暴露在阳光之前，因此服兵役也就成为了韩国青年人群体最为惧怕的一件事情。久而久之，军队当中的欺凌和腐败事件似乎已经成为了这个5000万人的国家无法根除的毒瘤。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变。那么，韩国军队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虐兵的恶性事件呢？去服兵役对于韩国社会当中的普通青年来说，又会意味着什么呢？经常关注韩国娱乐圈的人，往往会听到某位男明星将要去服兵役的新闻。而每当这些男明星即将开始服兵役的时候，他的粉丝们总是会表现得格外痛苦。在许多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服兵役只不过是按照既定的日程展开训练，然后完成上期布置的任务。但在韩国，士兵们除了要经受身体上的劳累之外，还要经受心理上的虐待。由于韩国是一个坐在战争火药桶上的小国，所以整个韩国的男性无论社会地位的高低，都必须要参加兵役。在韩国服兵役几乎是没有任何要求的，这就会导致很多原本徘徊于社会边缘的无业游民和低素质人员被吸纳进部队之中。而当这些人拿到了武器之后，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可想而知。按照韩国的法律规定，每个男性公民都必须在军队中服役2年。如果某位韩国男性在部队里摊上了一个凶狠霸道的战友或长官，那这2年的时间就足以摧毁他的人生了。目前，仅仅是那些已经被媒体曝光出来的阅兵行径，就已经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了。很多时候，韩国军队的上级长官并不是为了去训练士兵，而只是为了单纯的虐待他们，享受快感。根据路透社在2021年9月报道的消息显示，一名韩国新兵仅仅是因为没有冲厕所，就被上级长官给予了极具侮辱性的惩罚。而这样的惩罚手段在韩国的军队里，其实都只是家常便饭。根据日本 KBS 新闻所做的调查信息显示，几乎绝大多数的韩国军官都会对手下的士兵施加私刑。这些私刑的种类包括用铁拳砸手和用钳子夹舌头。虽然每年韩国军队的高层都会对与虐兵有关的事件展开调查，那些被调查出来并公开报道的恶性案件，也只不过是韩国军队总体悲剧的冰山一角而已。在战友和上级长官的不断虐待之下，许多韩国士兵的心理开始变得扭曲。于是，他们只能选择以更加极端的方式来回应自己遭受到的不公待遇。当虐待和殴打成为了军队生活的主要内容，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想在部队里继续待下去。因此，在韩国社会当中，逃兵并不是一桩罕见的案子。为了应对每年都会出现的大量逃兵，韩国军队当中甚至还专门设置了追捕逃兵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往往会运用 GPS 定位系统来追踪逃兵的位置。由于出逃的士兵是没有官方颁发的正式身份证件的，所以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跑不远。追踪人员基本上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这些逃兵。但是在这些人被带回部队之后，他们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部队也不会勒令他们退伍。因为一旦一个人变成了逃兵，那就证明他的心理已经出现了极度扭曲的情况。2005年，一位韩国士兵因不堪忍受长官和战友对他的虐待，最终向自己身边的几个人举起了枪。这起枪击案一共造成了8名人员死亡，他也因此成为了韩国当时的热点新闻。然而，只要韩国军队不改变畸形的军队内部文化，这种疯狂的事情就不会有消失的那一天。毕竟，当一个人被逼到绝路的时候，奋起反抗也就成为了他理所应当的选择。2023年6月21号，韩国江原道东城郡的一处前沿哨所里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名林姓士兵朝着部队的宿舍投掷了一枚手榴弹，而后他又端起自己手中的 K2 步枪，将枪里的子弹一扫而空。最终，林某的袭击一共造成了5人死亡，2人受伤。林某本人更是在杀死了战友之后迅速逃窜，最终被韩国警方和军队方面的工作人员联手抓获。根据韩国媒体公布的消息显示，林某在部队服役期间就曾经长期受到战友们的歧视，他们的长官也多次对其进行无端的殴打和谩骂，这使得林某的内心变得极为扭曲，最终酿成了惨剧。当然，并不是所有受到虐待的韩国士兵都有勇气朝着同僚开枪，很多士兵在受到虐待之后便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终选择了自杀。几乎每年韩国士兵自杀的新闻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因此在几乎所有的韩国人看来，服兵役简直就像是下地狱一样。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爱国主义情怀，或是不愿意为这个国家服务，这仅仅只是因为韩国的绝大多数青年人都希望自己在部队当中能够活得像一个正常人。当然，韩国军队当中的虐兵丑闻归根结底只不过是表象而已，其背后所隐藏的其实是韩国社会上一种极度畸形的文化风气。众所周知，韩国曾经被日本殖民过几十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韩国社会里建立起了非常严格的等级文化。在朝鲜战争之后，这套腐朽的文化也被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其实，这种欺凌和虐待恶性案件不仅仅发生在韩国的军队里，甚至就连那些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为国出征的韩国运动员们也不能幸免。由于韩国社会整体上强调年轻人对前辈的服从和非常严苛的等级秩序，导致韩国的年轻人在面对欺凌的时候往往不敢发声。最后，这种扭曲的心理状态便使得他们很多人患上了心理疾病。某些有幸撑过了2年兵役的人，如果继续留在部队里，则会将身上的怨气和怒气发泄给下一年的新兵。如此一来，每一个人都期待将自己身上的怒火发泄在别人的身上，整个韩国军队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修罗场。另外，现代的韩国军队本质上是由一些日战时期的伪警察和仆从军队发展而来的。很多在日战时代参军的韩国人，甚至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日本名字。这些人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后来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在旧日本帝国时期的军队里，打骂士兵这样的行为是被允许的。曾经协助日军作战的韩国军队，自然而然的也就沾上了这种习气。在韩国军队里，上级长官对下级士兵进行殴打和体罚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很多时候，一些基层的士兵甚至还需要帮助长官处理私人事务。如有不从，他们就将面对雨点般的拳头和铁棍。加上韩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普通韩国士兵的工资每个月只有大约60万韩元，这样的收入也让普通的韩国士兵很难在外人的面前抬起头了。在军营之外，随便找上一份工作都能拿到比当兵更为体面的薪水，所以很多韩国人费尽心机，甚至是通过更改国籍的方式来逃避兵役，其实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正常生活。而且，由于韩国军队的待遇实在是太差，收入也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绝大多数的韩国男性在入伍之后就会收到女朋友的分手信，很多女性在择偶时甚至更倾向于已经服过兵役的男人。不过，韩国军队和社会中这种畸形的文化并不是没有改变的可能。同样，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便在军队当中彻底革除了殴打士兵这样的军阀习性。只有当一支军队真正实现官兵平等的时候，这支军队才能够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而战，大家也非常乐意成为部队的一份子。或许在看到了韩国士兵的无数悲剧之后，所有人的心中便对人民军队这个词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与理解。不是所有国家的军队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也不是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讨厌中国还疯狂润中，韩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据韩国外交部在早年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旅居中国的韩人韩侨人数就达到了258.6万，占到了当年海外韩人韩侨总数的36%，位列世界最多。中华韩人协会还曾透露，目前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人大概有30至40万，如果算上短期居住者，数量或许能达到10倍以上。要知道，2023年韩国总人口数才5000多万，这么一估计，可能有接近1/10的韩国人选择来到中国，显然这是极为不正常的。毕竟现在在网络上，许多韩国人对中国都抱有极深的敌意，那种溢于言表的讨厌之情几乎比比皆是。那为何韩国人这么讨厌中国，最后还要抢着来到中国呢？对此，或许韩国国内近期的一场骚乱能够给出答案。韩国人疯狂润中背后隐藏着的，恰恰是如今韩国社会深刻的苦痛。如果今天我不站出来说话，那么明日我就会失去说话的权利。新年刚刚开始，韩国国内就又闹出了大乱子。据多方媒体消息报道，在韩国政府日前宣布2025年全面扩招医学生后，韩国国内医学界上下震怒。截至于当地时间2月19号，已经有100家医院，合计6415名医生因为此事递交辞呈。5所首尔大医院联合决定暂停工作，以是对政府决定的抗议。毫无疑问，韩国医学界的这番举动势必会让韩国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再次雪上加霜。因此，一些韩国政客直言，这是一起针对青瓦台的逼宫行动。韩国总统尹锡悦更是在镜头前愤怒地表示，现任政府绝不会像前任政府一样姑息医疗界的集体行动，医疗界斗不过国民。事实上，韩国因为医改事件爆发骚乱早已悉数平常，可以说几乎每一次政府要对医疗行业展开行动之时，都会引起对方的针锋相对。但如果抛开其他因素不谈，韩国政府的行为是错的吗？显然不是。据韩国保健福利部发布的数据，2015年韩国每1000人对应的临床医生数量仅为2.2人，远低于 OECD 成员国的平均值。因此，在紧张的医疗资源下，许多患者往往需要承担更高的费用才能得到及时治疗。
例如，在2017年，韩国就有46万名患者的医疗总费用超过500万韩元，不少韩国家庭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而支离破碎。对此，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甚至曾满含热泪地说道：“韩国政府绝对不会让因为高额医疗费导致家庭破碎的情况再次发生。”哪怕是后来竭力想要抹去前政府痕迹的尹锡悦上台，也依然坚持保留了在医疗方面出台的政策。由此足以见得韩国医改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成功与否甚至关乎着现政府的执政成绩。只不过这种改革势必要牺牲现有医生们的利益。其实韩国医疗行业的福利待遇并不低，同样是根据韩国保健福利部门给出的数据，韩国医生的平均月工资能够达到1304万韩元，约合7.75万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其他行业普通上班族平均工资的4至5倍。所以哪怕医疗行业扩招，也依然能够让大部分医生过上比普通人富裕的生活。医生们拼死抵制，看起来有点无理取闹，但是结合韩国的实际情况再一看，就会发现这些医生的反应也情有可原。因为如果要以当地消费水平为标准的话，高工资的医生依然要面临巨大的压力。就拿买房这件事情举例，根据韩国央行统计，在2023年的第2季度，韩国40岁以下青年人人均家庭贷款7900万韩元，其中70%都来自于房贷。然而与这个数据相对的是，在2023年5月就有126万名韩国人失业，其中一半以上都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于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许多韩国年轻人都陷入到了断贷的恶性循环当中。医疗行业由于其不可取代性以及的稀缺性，暂时未受波及。但未来呢，伴随着医改的进行，越来越多的新人涌入这个行业，自然会引起医生们的恐慌。正如一名韩国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如果今天我不奋起反抗，那么明天我就会饿死街头。除了高昂的房价之外，韩国人面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根据韩国媒体的统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兼并，目前韩国全国83%的土地都掌握在5%的精英阶层手中，而且国家压根儿没有能力赎回。所以韩国的普通人想要安身立命，唯一的办法只有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那少数的上层人。基于这一点，许多韩国人都在埋怨医疗行业的暴利，嫉妒医生们的高工资，但他们又何尝没有遭受更上层的剥削呢？这何尝不是一场被精心设计的底层内斗呢？不过话说回来，倒也不是所有韩国人都是那么死脑筋的。既然这片土地上没有生存的地方，那为什么不走出去呢？而这便是韩国如今移民浪潮的由来。根据韩国移民局的统计，在最近的10年时间里，人口5000多万的韩国就向海外输送了600多万的移民，平均1年60万。在20至30岁的年轻人群体当中，移民更是遭到了强烈的追捧。56%的人有移民想法，70%的新婚夫妻已经开始计划移民。难怪英国学者大卫·科尔曼敢大胆地做出预测，韩国或将成为全球首个自然消失的国家。韩国每年有这么多的移民，他们都去哪儿了呢？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才是韩国人的首选，毕竟背井离乡怎么也不能自降生活水平，而且他们也自认为在这些发达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能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应用。但就现实情况来看，这种心态更像是韩国人的自作多情。例如前段时间美国爆发的那场非法移民闹剧，众所周知，美国一直都对移民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有时想要申请一张签证都会被各种卡脖子。事实上，相比之下，美国的精英们可能更欢迎那些能够承担底层工作的廉价劳动力，而非会分享美国社会红利的中层精英。所以久而久之，韩国人就对美西方国家不再热衷，润中便逐渐成为了一股潮流。对于韩国人来说，来到中国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两国文化相近，能够更好地帮助韩国人融入中国社会。对于韩国人来说，在熟悉中国文化的时候，比起陌生的美国文化要更加轻松，更加能够接受。更别提相较于美国，中国实在不要太安全。今年2月14号，美国春晚超级晚盛典如期召开，结果不出意外的又出了意外，2名嫌疑人朝着人群开枪，致使1人死亡，21人受伤。截至目前，还有8人未脱离生命危险。在美国，枪击案的发生几乎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稀疏平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谁会率先到来，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像其他国家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通常都能找到原因，可是在美国，呼吸可能都是一种犯罪。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后惊叹于中国安全，并选择留在中国的原因。韩国人自然也不会例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则是韩国人骨子里的傲慢。许多韩国人认为相较之下，自己在中国更具备技术优势，这点实际上最能反映在医疗，特别是整形医疗方面。由于近年来韩国明星的走红，韩国整容技术在中国甚至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许多人不惜花费重金专程跑到韩国整形，一些有韩国医生冠名的整形医院亦往往能够得到更多人青睐。
可是韩国医生真的有传说中那么神乎其神吗？显然不是。近些年来，各种韩国医生操刀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人民日报甚至曾报道过一些二流三流韩国医生来华无证行医，只为练手的新闻。由此可见，过于的迷信往往不仅不能达成目标，反而还会加大受害的风险。万一发生事故，很有可能会吃硬亏。所以从这里不难看出，韩国人自信的技术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有优势。面对这么多的韩国人来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少韩国人讨厌中国，同样的也有不少中国人讨厌韩国，甚至这种讨厌上升到了一概而论的地步。可是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对的。就比如韩国的整形医生，我们不排除有一些菜鸟混淆视听，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认可一些韩国的顶尖整形医生确实有着鬼斧神工一般的技艺。扩大到其他行业来说，拥有鬼斧神工技艺的后者，显然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人才。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不管是韩国人也好，美国人也罢，甚至就连日本人，只要拥有一技之长，且对中国不怀祸心，我们都应该愿意与之成为朋友。这才是一个大国公民应该拥有的胸襟。